种鱼热，单纯泡椒哎，不哎不得不够了，不够的。酸、甜、辣、香。酱油蒜。子叶不见咸，子醋不见酸，吃糖不见甜。这味一下子出来了。今儿我们做那个鱼香肉丝，现实返场了。那个不是返场，因为很多年前，也不叫很多年前吧，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做过一次，大受欢迎。但是意犹未尽。为什么叫意犹未尽呢？因为我们很多粉丝说了之后虽然觉得我认为他们认为已经得到很大提高了，但是我认为还没达到这个合适。我们认为鱼香那个味型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再做一次，就把细节分析讲得更加透彻，让大家彻底的感受到我们那个，因为鱼香味是川菜独有，彻底的感受到川菜的魅力。第一步准备切，准备葱姜花椒水，很简单是吧哈？姜片，姜切片，切点不切拍了也可以是吧？看自己。然后葱，也是给那些新粉丝说的，就是葱姜花椒水的目的就是去腥噻，保水。好，然后盐、糖、花椒。花椒，其实，在花椒在这些时候不是起啥子起麻味那种，不是，它是起一个就是说去腥，也是去出香的作用。适量来点盐就是。适当来，然后搁点么嘛？加点黄椒。滴点烧入开水，渗进去。好，管它，搁一点。切肉。我们传统是要全家，但是不要说也可以，是吧？不然说我们喜欢用全家，对，太湿湿了，脂肪那个汁有点自香，自香，所以说反而好吃。这个是我们的好刀，其实没那个刀的话，我都懒得洗了。机器通过之后呢，有些酸、邪气，喜欢其实要肉丝、肉片那些嫩，都是说的保水，传统都是用的，就是说吃了肉。葱姜花椒水摔打，其实摔打的目的吃水，就是吃水，因为纤维质管理，就自然就能。打到啥子？打到结熟了，加点，那也不要吃太多的，吃得太狠的话，到时候就下锅，几入水。我们没郑州老周只说的，我们只有浅讲用，没有老周一个东西的。我基本上叫没用过，用的久了，对不对哈？好久没老周嘛，一本老周都没用，连少用都会。嘿，摔打之后是吧？吃了水的很甜，干干净净。到那边，因为鱼香味呢，它都是进行香构成。第一个就是准备姜米、蒜米，那个姜都要去皮了。
加入上一点皮了。平时我们都很粗犷的样子，人家就还是注意细节是吧？这样子。相比以后，人家就很学。哪儿都没买到很好的香酒啊，这个不是大葱，是黄葱，是黄葱。最好的，为啥子以前说的鱼香肉是自己做出来的？传统鱼香肉是香葱黄，香葱黄你吃过，手术不最好。早上吃上跟吃不起锅底都有啊。那个吃过说是大葱是生吃，香甜。微辣，但是呢，受热之后呢，葱香消失。所以那个我们传统的那种黄葱呢，受了热之后呢，还有反倒葱香更加浓郁。这就是说，为啥子一直强调要吃传统的味道，黄葱的原因，特别是香葱黄的原因。结果现在我们都不去蒸了，啥子加葱啥子正宗啊，加其他的都不正宗啊，普洱丝啊，西红柿啊，都不去蒸。其实你既然名为鱼香，最重要是出鱼香味儿。鱼香为什么会出鱼香味儿？有姜，有蒜，有大葱，有那个泡姜，有各种香气综合到一起出鱼香味儿。不是说是有些人说是有鱼味，哪里有鱼嘛？对对，长不好，它是因为烧鱼过去烧鱼的佐料，鱼佐料的味儿，佐料的味儿，大家一定要去汁儿哈，一定要用那个炒。一定要它不辣，其实都是二荆条香而不辣，它不泡椒之后买就叫鱼辣子呢。所以说，这也是为啥子叫鱼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本名都叫做成泡椒都叫鱼辣子。那泡椒一定要够浓。反正够气嘛，都叫够浓嘛，是吧？它就更容易把它的味道呀激发出来。激发出来。二步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下一个就打个碗钱儿，下锅炒。下锅炒了。这个打碗钱儿实际上就是糖醋汁水，关键灵魂之子。灵魂之子。先是白糖，糖也不，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鱼香肉是糖醋味儿，不是，糖醋味儿重了也不像话。对，糖放了之后呢，放醋，我们是用的传统是用保利醋，我是用我们国内那个酿醋嘛，盖锅糖。盖锅糖。好，酱油，不说不放酱油哈，要放酱油。还要起点盐吧。无盐不甜，无盐不酸。无盐不甜，无盐不酸，那个老规矩我们都清楚的是啊。少去一点点。调开，为啥子要调开呀？因为你假如糖没化掉你炒的时候一下搅进去，因为出锅很快，糖都没化开，它的味道出不来，所以有时候经常说它不甜的。要把糖搞化。把它调开。糖化开了，来给它指门儿，大点点儿。
香了，就必须是。假如没得，就适当的再去点儿糖，或者是去点儿醋，哎，搞定。这到时候是半天了，有点过瘾。有点过奖了。是说你确实理解不了啥子过奖，话梅嘛，有话梅的味道了，这最高。这个基础知识哈，你扯的就是干黄酒，不要多了，因为多了造成酒气是吧？不要买少许哈，不要多了。像我们就是14标准的，那就10人钱，好两点，要用心，没别的，对。基础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所有准备好了，完成了，而且打电话，还是对他那边，要抓后了，还必要的，是不是？他一般上班，有麻油的时候啊，咱们叫什么？滴点麻油，起到一个下锅呀，更容易散开的一个作用。好看嘛？吃了水的又抓起出来，干的，很干是吧？这就是为了现在拿得很好。多少热锅里面的辣啊？这个注意油量，因为你稍微说的要炒得有黄的。少量。我以前俗语叫盘子儿亮油，我亮油啊，就是在水里面，就是对哈。1小时是3到4分钟，这个这样滚，好，这样不要炒糊了哈。这样，后面单纯炒焦了，对，这个它就叫对，我就这样，这个。好，这就是第一道蒸香，姜蒜米香。第二道泡椒香。泡椒，对了。是，迅速哈。汤不湿的，这道汤加了下。哎呀，出来了然后不要久炒，久炒猪味要好，关火。啊，不断。这种预热。出来了，盘碟，我们叫一线天，就是一线的红就叫一线天。好，完成。好，不客气了哟。不客气。然后美味就是听说呀，盖浇饭，跟这个鱼香肉丝一定要。我想说我准备个小瓢盆嘛。你要盖浇，就我不吃葱。用筷子才挑得好。哦，还有一个看没？鸡蛋，我们的鱼香肉丝粒粒分明，根根分明嘛。不要炒得糊高高的，但是你尝那个肉丝的，
酸、甜、辣、香。这个鱼香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味道。吃不腻。你说如果没得那个葱的话，它味儿，咋个味道？用葱油啊？或者是葱油是素油，不葱油，生葱的生葱味，熟葱是葱味。就是调起吃。如果要炒这把葱丝干开嘛，看挑肉的时候噻，给它调开，调起出来给它调起水调出来，把葱丝干开就行了。还好你切得大了。葱子要吃辣。鱼香肉丝的发明是说，我们重庆以前有很著名的关键叫四钟楼，四钟楼四合的四，四钟楼的当家叫杜小田。杜小田在我们川菜，重庆川菜哈，真个大家看出，至少在重庆川菜那一支里头，号称是主食中间的主食。为啥子啊？因为他的几个高徒，民国时期叫川菜三亭，其中有2亭，廖蜻蜓、周月亭都出自他名下。后来的川菜泰斗曾亚光也是他的腰徒，关门弟子。所以说，这是他发明了那个鱼香肉丝之后然后他是发明的，但是那个鱼香味一出来之后，也是肯定我们不敢说震惊天下嘛，但是确确实实在震惊川渝嘛，震惊川菜圈嘛，就是至少在川菜这个行当里头大为震惊。然后开始你一直说不放葱可不可以？我说我过后来给你解释，为啥子要过后来解释？因为很多人理解不了什么是鱼香味。我开始说的鱼香味是小荔枝味的代表，因为我们当时学那个川菜的时候那人学味型没那么复杂，像现在啥子川菜24味，川菜24味那种说法，我认为很科学。其实我们当时学的三大川菜3大味型：咸鲜、麻辣、荔枝。这是家常麻辣荔枝嘛？这些都可以归类，加上还有时候是在鱼香味、荔枝味里头，有时候是在咸鲜味里头，那个看啷个去定。但是它实际上是3大类型，然后道是一生二生三生天下万物，3大味型来演变出成千上万的味型，可以说真也可以那么说。都是早年我们学那个菜，就是实际上是把鱼香肉丝、鱼香味也是归于荔枝味、小荔枝味的代表之作。为啥子叫荔枝味？荔枝味很简单，就是果香、果子味、果子、果味、水果的味道。就是你吃到最后还不香就是香果味泛滥在你口腔头弥漫的是水果的味道。所以说用荔枝来形容那个鱼香味。开始又话又说回来，为啥子必须要用葱？它是诸多味带，第一点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它是3道增香法。所以我说今儿一定要把细节讲清楚。第一道香，姜米、蒜米一定要出香，但是你就记到火不能过哟，过了要糊，一糊香味就消失，那个菜也是失败。所以说你其实是那个肉化开之后，你后期也可以，哪怕你掌握不到的时候，你就把它调成火小一点嘛。捞出来，宁愿把那个香味燃起出来，燃起出来之后，姜蒜米的香一出来了，肉一和，又推到一边，这是啥子？下泡椒的味道，泡椒香气出来了，但是那个泡椒里头多多少少要起一点，一枝豆瓣，为啥子？提色，真味。因为啥子？因为泡椒的把那个这种红色炒起出来之后泡椒的香气要高。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川菜是有很多个细节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环，一个闭环，完整的一个闭环。我今儿也发现一个事情，跟上回不一样。哪个？上回的是先放的豆瓣。对，我那个当然，因为我们那个豆瓣我想了的噻。上回先放豆瓣是因为豆瓣要烂，我们要用的是我们个人开发的豆瓣，就是说复制豆瓣，它不用烂的。所以说它都在泡椒之后下进去。对，同样的都颜色也出来了，味道也出来了。好，
第二道真香之后就是第三道就是那个糖醋芝子。很多人在问我，经常在我们的那个回帖下面问，就说是糖醋到底是什么比例？哎，很简单啥子？你调开之后就开始给水上一下，假如你上起有果香了，有果味了，你确实你理解不到什么是果味，话梅嘛，好，你觉得有话梅的味道，好，那个糖醋芝就对了。这道香一下去，马上就出锅，为啥子？因为处理要挥发很快。好，那么关火里面那个时候一下去之后，香气一出来，关火再下撒葱壳滚，那个葱壳滚都说是靠了一点点热气熏的，它刚好恰到好处，就把那个香气激发出来了。所以说以前这个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名字，老川堂生产人叫满屋香。就假如在屋头炒个那个鱼香肉丝，整个屋头都是味道，然后里头有清口水。好，讲了那个它的三道增香法之后，就讲味儿。准确的说，鱼香味是咸、甜、酸、辣，诸味皆纯。不是很酸，也不是很甜。死盐不见咸，死醋不见酸，死糖不见甜，用了泡椒不见辣。但是它又各种味道又存在，都有一点。它所以说我们叫煮味均衡，要达到一个均衡度之后，才会出香味。